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杨洋高调官宣后备受争议，如今向黄晓明看齐，即将迎来口碑翻盘。谈及近年来遭受非议较多的男演员，杨洋无疑是其中的焦点人物。自2023年以来，他的公众形象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在出演宋焰这一角色之前，杨洋曾是各大盛典和活动的瞩目焦点，连续5年荣获星光大赏 VIP 之星的殊荣，受到众多顶奢品牌的青睐。随着宋焰一角的出现，他的公众评价开始发生转变。首先，浮夸的剧情和表演风格引发了争议，给消防员这一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，甚至引来了官媒的点名批评。随后，因在剧中拿着灭火器玩闹的行为，杨洋再次受到质疑，被救援专家批评为可能对青少年产生误导。尽管他随后发布了道歉声明，但网友的批评声并未平息，指出即使是私人灭火器，也不应被当作玩具。在这一连串负面事件的影响下，杨洋过去的某些行为也被重新审视。他的演技被贴上油腻的标签，过去的绯闻、学历质疑以及过度自信的自我评价等都被网友翻出。此外，他与王楚然的某些互动也被解读为装酷耍帅，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负面形象。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后，杨洋并未被网暴所击倒，相反，他似乎在默默努力，寻求自我突破。最近的官宣让人们发现，他并未在躲避流言蜚语，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公众质疑后，杨洋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。他频繁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照片，表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。无论是夜游上海的风景照，还是简单的更换了头像，他都以简单清爽的形象示人。白衬衫搭配凌乱的头发，呈现出一种帅气且清新的风貌，这让他的粉丝们感到无比惊喜。不仅如此，人们还发现，相较于宋焰时期，杨洋似乎瘦了许多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神焕发，这也使得他的路人缘有了明显的回升。随着人气的上升，他的商业价值也水涨船高。不仅接到了新的代言，还受邀出席了 VIP 品牌晚宴，与众多业界人士进行了愉快的交流。除了这些公开活动，杨洋的大部分时间仿佛消失了一般，低调地投身于剧组中拍戏。对于一个曾背负骂名的演员来说，想要重新获得观众的认可，唯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改变来涅槃重生。尽管曾受到过质疑和批评，但杨洋的演技和魅力依然不容小觑。他的肖奈和贾宝玉等角色仍被观众念念不忘。经过长达1年的努力，他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。最近，他一天内官宣了3部风格各异的作品：仙侠剧《凡人修仙传》，正午阳光出品的武侠剧《雨霖铃》，以及历史战争片《援军明日到达》中的男二角色。这一连串的官宣成功，将杨洋推上了热搜。许多网友纷纷猜测，去游成功的杨洋能否借此机会实现演艺事业的翻身。如今的杨洋与昔日的黄晓明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。黄晓明曾以他特有的自信和霸道总裁形象深入人心，但这一形象也曾让他陷入游王的争议之中。在舞台上，他展现出的自信与坚定，有时被解读为过于自我和霸道。当年的黄晓明面对质疑和嘲讽，起初也是坚决维护自己的形象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认识到观众的评价并非玩笑，而是真实的反馈。于是，他开始反思和改变，以更加谦卑和诚恳的态度面对公众。在节目和活动中，他变得更加勤奋和贴心，不仅积极参与各种工作，还时刻关注他人的感受，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同样，
杨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质疑和争议后，也开始展现出不同的面貌。他频繁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，以更加真实和接地气的形象与粉丝互动。他不仅在剧中努力塑造各种角色，还在剧外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，传递正能量，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让人们看到他的成长和改变。如今，杨洋宣布的多部新作品不仅风格各异，而且都是高质量的制作团队和演员阵容，这让人不禁期待杨洋能否借此机会摘掉油王的标签，逆转去年失去的口碑。当然，这需要时间和努力。正如黄晓明一样，杨洋也在用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不再执着于辩解和争议，而是专注于演戏和创作。希望杨洋能够像黄晓明一样，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改变，重新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